事故中，你的大脑因撞击受损，进行了长达1周的脑部治疗。昏迷期间呢，如果产生幻觉和梦境，都是正常现象。你虽然醒了，但还需要一些时间的适应。想要彻底消除头痛、眼晕等不适，还需要定期复健。好的，就这样，谢谢医生。哎，没事。你不是最喜欢吃生活不苦的双皮奶吗？我特意回学校给你买的，你咋一口也不吃啊？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哎，别吃这个，等会晚饭吃不下了。不是，钱维刚醒，当然他想吃啥就吃啥了。不是，就是好不容易醒了，得留着肚子吃点有营养的。来，吃点。不能吃，吃点。不能吃。我说了不能吃。你咋管这么宽啊？我是他弟，我当然得管着他。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是他姐妹，我怎么不能管着他了？那你是姐妹怎么了？你吃，人家想吃，为什么不能吃？不能吃。行了，你两个之前不是这样的。我累了，睡会儿，你去吧啊。行，那你先歇着啊。姐，你先好好休息啊。都跪。干啥？原来如此，一切不过是场徒劳无功的美梦罢了。梦醒，仍是冷冷冰冰的现实。这个世界里，根本没有苦心酝酿的爱情在等着我。我仍然是那个一事无成的钱维。魏律师的案件，法院已经受理了，最高刑期3年吧。这和莫里斯和若美的纠纷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知道，你已经查清楚了若美和魏律师的流水记录，但是没有其他新的辅助证据，光凭这一流水，那质证是推翻其中的关联，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儿。事实呢，他就是想跳槽到 AES， 然后拿了调包的例会来敲诈我们，这都是他的个人行为，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发现了，把这个黑的说成白的，绝对是你的看家本领。你说呢？莫里斯跟若美的案件我们已经上诉了，既然你那么笃定，为什么又跑到这个地方跟我面对面的谈和解？陆雪，不是我说你啊，怎么这么多年你还这么天真呢？你以为你抓了魏律师，这2审就能赢啊？还是你觉得这利益的输赢是靠法庭裁决的呢？我就这么跟你说，这案子我要是想拖上个3、5年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况且你也知道，这若美背后的控股 AES 还要在国内上市，市场规模比之前增长了1/3。你觉得像 AES 这种老牌集团和莫里斯这种新兴的游戏公司比，谁更能拖呀？战鹰好不容易靠这一战在业界打响了名声，你这拖来拖去的，拖到最后，就算官司赢了，你把委托公司给拖黄了，你说这事儿整的啊？以后谁找你啊？像我们法务部啊，讲究和气生财，降低风险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不用在不值一提的这种事情上耗费精力的。你说的太有道理了。有道理。你说了那么多，
不就是因为现在集团的内部到了上市的关头坐不住了？是，莫里斯拖不起。那你觉得 AES 输得起吗？侵权官司一旦闹大，它蒸发的市值恐怕比10个莫里斯公司的估值还要高。上诉状呢，我也已经递交给法院了，这周传票就能下来。决定性的证据，你觉得我会找不到吗？是吧？那你觉得是我先找着还是你先找着？我说陆巡啊，你不要这么意气用事嘛。这协议你要是不签，那莫里斯他说不定正想要呢。不过这事儿也怪我，回国这么晚，才接了这个案子，造成这么多误会。小鱼，你都进来这么久了，你给陆丽他们弄点咖啡去啊？他们那眼力劲儿呢？哎呀，别，这种事儿怎么能让客人做啊？是不是？小罗，你去吧。钱维出事了以后，你也挺忙活的，我替他谢谢你。你挺有意思的。我是钱维的老板，员工出事了，我不应该担责任吗？你算什么？轮得到你替他说谢谢？我是她男朋友。钱维跟我说，你作为他老板，老是剥削他，奴役他。你说你怎么这样啊？啊？亏了我没事安慰安慰他，但是我没想到他出了意外以后，你还挺关心他。现在我回国了，照顾钱维就是我现在的义务了。作为男朋友的义务，照顾小维，你们复合了，怎么可能？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因为小打小闹他就放弃了呀。那大病初愈醒了以后，那还知道自己最重要的事是什么？以前钱维给你买咖啡，那不是律师助理该做的事。今天我请了，啊。还有啊，这和解的协议多看看，考虑一下，考虑好了告诉我，啊。陆律师 ，AS 美的咖啡来一杯吧。这怎么弄的？这是？之前钱维包办了办公室所有的咖啡，大家都习惯，你弄不明白也正常。有话你就直说。这魏律师的事儿啊是解决了，等莫里斯案一胜诉，钱维的病也就好得差不多了。只要他愿意呢，他随时随地的可以回来。哎，只是你劳心劳力的这么久，人家现在醒了，你也没有打个电话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啊？哎，干嘛呀？我高血脂断糖呢。小子，别以为你现在不说话，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现在心里一定在担心啊。这件事顺利的解决以后，钱维和李从文之间就没有了任何障碍，人家俩顺利复合，携手离开战营吧。
复合归复合，跟工作有什么关系？我还不了解钱为民，你只要打个电话，说明了情况，他不就回来了吗？屁颠屁颠的回来。我打，你为什么不打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你们年轻人之间的事儿，我跟老王猜咱可不合适。爱谁打谁打，你就嘴硬吧你。比前面做的难喝多了，这。你说什么呢？去，你什么表情？你不喝拿回来，你到了。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，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像情侣一样。我痛的、疯的、伤的，在你面前哭的最惨。那个地方，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至少还像家人一样，总是远远关心，远远。各项指标都正常，你可以出院了。谢谢大夫啊。不用客气，要谢就谢你那位好上级。要不是他坚持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，你也不能醒来这么快。不过后期还要坚持做脑部的复健，以防留下什么后遗症。大夫啊，我想问您个问题。我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梦里面所有的情节都很清晰，有一些是我之前经历过的，但是还有一些虽然没有经历过，但是也非常的符合逻辑。这是为什么呀？这么说吧，我们的大脑有很多的神经元组成，撞击后神经元系统紊乱。我们的治疗呢，除了机器的刺激以外，还让你的朋友和家人经常对你说一些以前的事情，目的就是让神经元得到梳理和激活。说很多以前的事情。是的，他们有可能还会讲一些你之前不清楚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血卡灯牌丘比特都可能是真的，是因为他们讲，所以我才梦到的。不能贸然下这样的结论。毕竟记忆是有欺骗性的，特别是在神经功能紊乱的情况下，会为了完善一些情节而编造一些细节。至于你梦中的经历是真实发生的，还是大脑编造出来的，就需要你自己去求证了。大夫，你这里有没有我昏迷的时候的陪床记录啊？我想看一下。哦，有。你看一下。你是否听见那声音？或许你也不在意。我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快窒息，泪水就像深红爆发溃堤。曾经想起。那是我梦中的旋律，陆巡梦里梦外都送我头盔，这一定不是巧合。那里是我理想的天地，虽然没有表白的勇气，也想唱出内心的旋律，一字一句一句，我想要找回失去的自己。其实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会爱上另一个人。
我猜就是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缺口，需要一个正好的形状来填满。你就是我心中的那个缺口。你在干嘛呢？班级树下的时候，你说你心上有个缺口，那个人不是小新，是我，对不对？不是。我昏迷的时候梦到了好多大学我没看到的事情，医生说是有人给我讲，我才知道的。我查了陪床记录，每天晚上陪床的都是你。你做了什么梦呀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不是讲了好多我过去不知道的事情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医院说你呢可能会变成植物人，那你还在入职期间，出意外的话算工伤，所以我不加班的时候呢，就会到你的床头给你念一些卷宗、档案、法律、法条这些东西，以便呢唤醒你的职业精神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只有卷宗和案例吗？我愿拥有永恒之夜的千只眼睛，以便唯独观赏你。当年李崇文跟我告完白，我从学校回医院的路上就有这块灯牌，上面写的就是这句诗，难道不是你准备的吗？不是。你跟别人的梦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先告诉我。你梦见的是什么？我梦到了我回到了2011年，谈了一场最美好的恋爱，可是，一觉醒来发现什么都是假的。也是啊，我又不是什么女主。怎么可能撞个头撞出个失恋来？既然醒了，就好好活在现实吧。莫里斯的案子怎么样了？都是魏律师弄的。跟你没关系，跟李崇文也没关系，你好好养伤啊！还有，你梦里的事情呢，是别人，那就跟我也没关系，我别提了，你去休息吧。哎，你这刚出院就回来工作呀？这陆总也太压榨员工了。天太冷了，给你带杯热茶。谢谢啊。哎，今晚有事儿吗？正好有事想跟你说一下。好啊，正好我有事情想跟你聊聊。这家店不是评论一直很火爆吗？请问？你不是喜欢低调吗？怕被别人打扰，我就把它包起来。
你还记得这个吗？这不是4年前分手的时候你带走的那片叶子吗？是。我们分开那天，我的时间也停留在4年前的秋天了。天磊，我心里很明白，只要你回到我身边，我的4季才能够轮转。只有和你在一起，才是我最想要的未来。上次宴会之后，咱俩闹点小别扭，你把它退给我了，所以今天我想把它重新送给你。以前你说你自己运气差，什么买彩票、抽奖，就连刮发票都中不了奖。所以从那时起，我就暗暗地发誓，我说我一定要做一个能给你带来幸运的人。只要生活跟你说抱歉，我就把幸运带到你面前。请你原谅我之前对你说那些过激的话。跟你分开这么久，我都是在努力为日后能给你带来幸运挣筹码。我不怕什么脏和累，只要能够保证你的幸福是纯白的就够了。先坐下。其实，我今天也给你准备了一些东西。这是之前你跟我表白的时候给我的空木箱，说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把这个箱子亲手填满。10万吧。但是你的心，我的心都变了。你是不是介意兰和我？真的不是。我跟他真的只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。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一点都不在意。我放下了。你之前说过，慧瑜正直强硬的性格会是我律师路上的绊脚石。但是同样，你的选择和你的妥协我也理解不了。我们想要的东西从始至终都不一样。从开始起步的那一天，我们就是向着2个方向走，走得越久就会距离越来越远。如果再这么强行在一起下去的话，我们只会更累的。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。你说这些，在你昏迷的时候，我都想无数次。我承认，我有的时候是会把自己觉得珍贵的东西强加于你，但是没关系。现在我把它们都倒出来，现在箱子空了，空了。你不想要的，我可以都扔掉，对吧？你想要什么，我以后都会给你。你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公益平台吗？我可以帮你啊。你想做律师，我可以陪你通过法考，我也可以找那些站台注册，让我们的重维律所重新开起来，这些都可以。我不会让你低人一等。没有低人一等啊！我想要的东西只有我自己亲手去争取才有意义啊！重维也不会重新开了，这个律所4年前就已经死了。没有人可以起死回生的，你和我心里都清楚啊。只是那个时候我们还幼稚，没有办法做出决定啊。我不会否定我们的过去，因为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的我们。我也不会否定你对我的好，只是我们不能再像小的时候那样蒙蔽双眼了。我也知道，你本性是善良的，你走到今天。你也一定忍受了很多，所以我也很抱歉。但是回不去了呀。
对不起啊。小薇，我知道你的病刚好，可能有点累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想让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能够再给我一次你重新爱我的机会，行吗？我会努力的，真的。你知道人大病初醒，就像重新活了一次一样。这次昏迷，也让我换了一个角度看世界。4年前分手了之后，我们都忙着自己的生活。你没有发现，我其实从根本上就不合适。我现在理解你了。如果你也试着去理解我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我们真的不合适。哎，你不知道市区不能鸣笛吗？按那么多下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开的是4轮驱动，是不是？谁让你在前面磨磨唧唧的？那我要不爱你，难道我还撞你啊？好男不跟女斗，等我接上前围，马上立刻给你和你的破车让路。行，正好我也去接前围。那你问问前围是想坐我的4轮驱动，还是坐你的小电驴？哎，姐，我到了。现在有一个激情2选1，你是要坐刘诗韵的破车，还是要坐我的这个豪华电驴？哎，都成功分手了，你咋还愁眉不展的呀？是啊，这可不像你前卫的风格。阿刘，你说如果你做了一个梦，回到了18岁，转系学了音乐，后来你醒了，发现只是一场梦，你怎么办？唉，正常，这种梦我之前天天做，我一直挺遗憾没能学成音乐的。不过后来挖出青叶皮以后，我突然就释然了。开不成演唱会也不耽误我喜欢音乐呀，我照样能去 KTV 里唱歌。咱本来也不是为了成功去喜欢一个人做一件事儿的。就是，我也是因为喜欢才游泳，不是冲着拿冠军才游泳的。你是因为喜欢才游泳，也不是因为要拿冠军才游泳。这句话是不是爸跟你说的？是啊，我当时没进国家队，老钱就是这么开解我的。或许这个梦不全是假的。哎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啊！今儿你出院，咱得整点好吃的庆祝一下，是吧？哎，咱们去吃铜锅涮肉吧。你可拉倒吧，人刚出院，吃不了那么膻的，你有没有脑子？听我的，吃粤菜，清淡。病人口重，尝不出味儿。哎，咱们去吃螺蛳粉吧。哎，螺蛳粉行，螺蛳粉我喜欢。你们什么时候喜欢的螺蛳粉啊？哎，这不前段时间我吃的太上头了嘛，我就把大学路那家兴旺螺蛳粉给盘下来了，现在叫刘姐螺蛳粉。哟，还算有品位啊！我一直就喜欢吃这家。我姐昏迷的时候，我还陪我妈去柳州旅游来着，专门冲着嗦粉去。真的？所以在梦里发生的事情，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可能发生。那只要我努力，说不定陆续也会喜欢上我。就去吃螺蛳粉，我请客，你们都不用花钱啊，我请。走走。我不是替猫打官司，这对老夫妻没有子女，这只猫陪了他们10年，就是他们的孩子，他们只是希望宠物医院道歉。
小孩是付不起我费用，但他都被爸妈打成这样了，如果我不帮他争取换监护人，他会死的。她丈夫失踪了，留给她了一屁股债，我先帮她解决她不知情的共同债务问题。她说了，等经济好转会补给我们律师费的。我没有伟大到能做公益律师，也没钱开法援公益平台，但我们能接5个赚钱的案子，做一个不赚钱的总可以吧？那些年，我忙着接赚大钱、挣前途的案子，而我们的选择正从那个时候就渐渐的不同。可能只有这些，才会让你有成就感吧。该说抱歉的是我，千伟，我还能为你再做些什么？老钱，我出了意外，多亏有你送我的戒指护体，这才化险为夷，还让我在梦里再次见到了你。想什么呢？想我爸呢。说他之前生病的时候，天天喝柴鱼汤。这回啊，该轮到我给你炖了。妈，我分娩的时候，回到了我的青春。然后我就看见我爸了，弥补了好多遗憾，但是还是挺可惜的，就在那个梦里边，我还是没能留住他。但是起码这次我听到了他说再见，我感受到了他的我爱你。青春多好，如果能换回青春，我愿意拿几乎一切去换取。妈，你的青春是什么样的？从19岁到52岁，遇到你爸之后的每一天。老钱生前有2个愿望没有实现，一是环游世界，拍下最美好的风景。他走之后，我带他完成。我想他能看得见。另外一个就是看我完成司法考试。哎，奇怪了，你知道，在梦里的时候，他也没撑过我完成司法考试。
过还行。在梦里的时候，他给我留礼物呢。梦里他也给你准备了礼物。也。他让我等你通过司法考试以后再告诉你，可没想到一等就等了这么多年，哎，还是被你发现。我没事儿，你看我现在拿到了，这回一定能过。明年扫墓的时候，我就带着这个，我们一起去看他。哎呦，您这是想喝咖啡，直接跟我说就行了，我这不是随时给您做吗？来，别喝那个，喝这个，这个好喝。别放心，这回我回来了，我24小时随时在线。您想喝什么咖啡，我马上就泡去。之前你不是非要辞职吗？没等我挽留的话说出口，摔门而去。今个是怎么了？是创了个头顿悟了，还是良心发现了，还是醍醐灌顶了，还是那个什么骂你们？哎呀，都不是，我那不是小不懂事儿吗？我留下肯定是因为我对战鹰的热爱，还有我对这个律师行业的热忱。入所的时候也说了，生是律师人，死是律师魂嘛。您放心，我这回回来一定会戴罪立功的。嘿，这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！你呀，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给我捅娄子。知道因为莫里斯的事儿，律所上下流失多少客户吗？您说的对，之前确实是我的责任，所以我这回一出院，我就马上就投入到莫里斯这个案子里了。可是陆巡他不太希望我参与，我就想说，能不能求求您，就是帮我说说情啊？您只要圣旨一下，我跟您说，我们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去。陆巡不让你跟莫里斯的这个案子，是陆巡在保护你。就在你出事的第2天，莫里斯就派人找上门来，主张律所赔偿，并且要求开除你。是陆巡站出来承诺1周摆平此事，换你留任的机会。本来呀，我不抱任何的希望，嘿，没想到这小子还真给反将了一军。不得不说，我这个徒弟，还真有点本事。啊，对了，我怎么听说你在大学的时候，还是仅次于陆巡的专业第2名啊？是呀，这可不是嘛。都奇了怪了哈！同样是走出了校门，你瞧瞧人家混的什么样子啊？混得风生水起，都混成2级合伙人了。你瞧瞧你，混得灰头土脸的，还是个小小的律师助理，怎么混的？时运不济吧？可惜，我看你就是个不成器。你可是一个堂堂的法本呐，啊！如今司法考试都改成法考，你说你连个证书本都没混到，你说出去你丢不丢人啊？丢不丢人？即便你混成这个样子，人家陆巡还坚持要带着你，说你人长得漂亮，心地善良，表格做得仔细，车开得稳当，关键是还会泡5种咖啡呢。哼，笑什么笑？严肃点。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儿，战鹰需要的不是一名好秘书，而是一个好律师。如果你一辈子都当钱主的话，总有一天啊，
为你遮风挡雨的人会身心疲惫了，明白吗？即便是过去有什么心结，这都过去多长时间啊，也应该克服了吧？您放心，我这次回来我真的成长了，我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也能替别人遮风挡雨了。您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证明给您看。真的？嗯。还是那个熟悉。行，今天也没有别人，那咱俩就打个赌。从今天起，如果你能够逆风翻盘，通过法考，摆平莫里斯案，我亲手给你提明白。如果做不到，你看我怎么收拾。您放心，我现在马上去找陆巡，我跟他一起找线索，我现在就走。哎，回来！陆巡这2天没在所里，在家没日没夜的研究冰雪能压呢。啊，正好他有东西啊落在所里了，你要回去找他，顺便给他带过去。过敏药，我就知道这家伙肯定还留着丘比特。保证转达，放心。哎，你慢点儿。人被谁般虚掩着？不用钥匙就能回到有你的时光，你消失在我眼中，陨落黑暗夜空，幻化成流星划过。好好的怎么会走失了？悄悄的你又逃去哪了？我们的回忆呢？手拿着小心翼翼，手里握着的碎片化成泥，填满我心里那些空虚，是我心甘情愿跳进你的陷阱。手里握着的碎片贴成泥，满天星星都映作你眼睛，我会一直守在这里，等着你推开门回到我的心，不再遥不可及。